那到什么时候你觉得我们开始慢下来？和宝格丽一起结缘的一款香水，像中西文化的一种碰撞。人的嗅觉和我们的味觉其实是相通的，香氛更多的走入大家的生活之中。请坐。好，谢谢。欢迎小周。哎，谢谢但是今天我们其实特殊的身份给你的不光光是小周，而是一个励志小周。哦，我们希望你到景德镇来绚丽的。OK， 美丽的丽哦。好的。你来过景德镇吗？第一次来，你什么感觉呢？其实刚刚进来的时候还是挺震撼的，因为外面有一面墙，然后全都是各种不同的瓷器，包括它这里的一些烧制瓷器的地方，是我从未见过的，所以来的第一感觉是感觉挺新奇的。是的。然后第二是觉得咱们中国文化真的是博大精深，所以蛮有意思的，就是看到你是千禧年出生的，对吧？我01年，所以非常年轻的年轻人，00后啊，对，到了千年瓷都，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千年瓷都其实也很现代？我觉得这个地方它不单是像瓷器这么久远的一个文化传承，它也有很融合了很多现代的一些比较潮流感的东西。对，00后现在的你们的欣赏的内容也不一样了。景德镇，比如说瓷器，你对这些瓷器会有感觉吗？这种是一个古老的文化的东西吗？因为像在我小时候的时候，其实对于瓷器的话，当时没有很大的一个概念。然后像慢慢现在长大了，也见过各种各样，包括像今天后面很多各种各样这种瓷器，其实。我觉得是真的是第一感觉是很特别精致的。丝绸之路其实是中西融合的很重要的一个起点。那今天我看到你是重庆的，那我知道重庆是不是特别多的是跟街舞啊，这很多的这种现代的流行音乐有关的这些中西融合的东西特别凸显的在重庆这个地域出现。其实就是说，不单是咱重庆，以我的角度来讲，整个中国。咱们中华中西的很多风格都会融合在一起，然后大家去创造出更多新的这样的元素，对，吸收了很多西方的东西，但是没有取代了民族的东西。哦，那肯定不会。然后有一些也会把自己的方言说唱给和国外的一些风格融合在一起，就是会创造出新的风格。所以越国际反而越民族了，是吗？你这个年轻人看上去很现代，听说你也在喝茶了。哦，对对，之前一直不喜欢喝茶，因为我觉得喝茶是一件老年人的事。也不是老年人，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仪式感的事情。对，很传统，然后特别有仪式感。有时候喝到一些，我觉得茶其实能帮助你，挺好喝的。它虽然有些茶是微苦，但是你慢慢的去品这个茶，它不单是只有苦的这个味道，还有清甜的，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味道。所以非常现代的年轻人照样继承了中华的喝茶的传统。所以喝茶你已经进入一个叫品茶阶段了吗？哇，那个太高深了，我还没有到那个阶段。你还可以继续进步啊，对吗？对，我肯定是希望能够喝到更多好喝的茶的，因为像我原来是因为工作，我觉得喝茶可以提神嘛，然后比较暖胃啊。然后到后面慢慢的去喝到了不同的茶。但是慢节奏的喝茶和快节奏的生活是一种平衡吗？你觉得？我觉得是的。当下其实很多年轻人的工作节奏是比较快的，喝茶算是一种可以帮你调节生活稍微慢下来一点的调味剂。但你跟宝格丽香氛的这个缘分呢，也是蛮有意思的，对吧？也是跟茶有关。跟茶有关。我们今天看着这个3款的宝格丽香氛跟茶香有关的香氛，你知道不知道它第一款出生的时候吗？它是你负8岁的时候。对，负8岁的时候。最新的这个宝格丽的红茶，什么感觉呢？茶在咱们中国当中也是一种那种就是欢迎远方来客的一种待客之道的一种传统。不管是什么阶段的人去用，都是很好的，就是可以彰显自己的一种个性，然后也可以去转换自己的一种情绪的。像这款红茶的话，其实它就是里面会有一些像红茶，然后像柑橘，然后我觉得像红茶呢，它就会是代表着沉静，然后比较典雅一点。但你在片场里面很忙的时候，很累的时候，你会回到你的住宿的地方，你会想念这个香味吗？对，像我之前，因为不单是今天的这款红茶，像我之前特别喜欢的一款香氛，其实是咱们宝格丽有一款大金陵茶。因为它是跟和宝格丽一起结缘的一款香水，很重情感的。
因为像平时工作特别忙，工作很累的时候，其实我回到家，像我家的床头啊，都会放着。我一般会把它喷在我的床上面，对，然后每天晚上睡觉都能闻得到。是，对，然后像今天这款红茶跟它不一样的，其实就是，它不但是红茶，还有柑橘。那柑橘呢，我觉得它就是代表比较活力，然后比较朝气蓬勃的感觉，让你感到有自然界的这种氛围。像我们现在00后，像01年啊、05年的小朋友们，其实都是朝气蓬勃、有活力的。而且我觉得像这2款，这个红茶和柑橘融合在一起，也比较的像中西文化的一种碰撞。对，所以香氛是变成一个能够呈现人的感受的一种。对，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不单是感受吧，更多是个性，情绪的一种调节。